大家都知道，一旦肝脏出现问题，那么就会影响身体排毒。那当肝毒越来越多时，脸上会出现3种表现：一、脸色暗黄。中医认为肝藏血，如果肝脏出现问题，皮肤得不到血液供养，就可能会出现脸色暗黄、皮肤粗糙等情况，严重可能还会出现黄疸。二、脸上长痘和痤疮。肝脏出现问题时，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变慢，毒素堆积在脸上就会有长痘和痤疮的情况，尤其是左边脸附近，这时呢就要注意养肝了。三、脸上长斑。如果肝脏毒素过多，会导致经脉阻塞，这样血气不能够到达面部，就可能会形成色斑。所以呢，当脸上长斑时，也要考虑可能是肝脏出现问题了。肝脏毒素多的人可以常用2物泡水喝。第一种，蒲公英。蒲公英虽然是野菜，但是药用价值高。蒲公英可以入肝经，具有排肝毒、降肝火的功效。用它泡水喝，能够提高肝脏解毒能力，养护肝脏健康。第二种，红枣。红枣是补气血的好食物，对于肝不好的人也可以经常吃红枣。红枣中含有大量维生素，能够促进肝脏排毒，让肝脏越来肚子的方法有很多，可以通过饮食，也可以通过运动。那说到运动，很多人想到的是不是仰卧起坐？其实除了仰卧起坐，还可以试试下面这个蹬腿动作。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和肩同宽，双手在后背相互握住，然后抬起我们的左腿，左腿的大腿和小腿呈垂直的状态，用右腿支撑身体，腰腹部保持收紧，然后左腿用力的往后蹬，10次，再换右腿往后蹬，也是蹬10次。每天做5分钟左右。注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肚子要保持收紧。如果站不稳的话，我们呢可以用一只手扶着椅子或者是墙壁。坚持练习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燃烧脂肪，不仅可以减肚子瘦腰，对烧大腿也有一定的作用。除了运动，平时我们还要注意避免久坐不动，要不然容易让腰腹部脂肪堆积。多注意饮食，多吃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。晚上吃完饭后可以出去散散步，这样对减肥有很大帮助哦。多喝水不如会喝水，每天这3个时间段喝水，或许更易长寿。第一个时间，早上起床后。经过1晚上的睡眠，早上起来我们身体是处于一个非常缺水的状态的。如果这时能喝一杯温开水，不仅可以帮助补充水分，还能够帮助清理肠胃，有助身体排毒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第二个时间，吃完饭后。当我们吃完饭后，肠胃是在大量工作的，如果这时喝一杯水，可以帮助减轻肠胃负担，还能促进肠胃的消化和吸收，对缓解便秘也有很好的效果。第3个时间，晚上睡觉前。除了上面的2个时间，大家还可以在晚上睡觉前半小时喝一杯水，因为我们睡觉时血液流速会变慢，血液粘稠度也会增高。如果睡前喝杯水，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预防血栓形成。所以大家如果每天在这3个时间喝水，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，也更容易使人长寿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身体呢是离不开水的，所以大家不要等到口渴了才想起喝水，也不要用饮料代替水，只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喝水习惯，才能让你更长寿。耳鸣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，那耳朵总是嗡嗡响，想起来呢让人很是心烦，而且呢对听力也有一定的影响。那今天木子就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缓解耳鸣。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，在我们耳朵前面呢有3个穴位，分别是听宫、听会、耳门。那我们在按摩的时候不用特意的找准穴位，只要把我们的嘴张开，然后耳朵前面会有一个凹陷处，用手指指腹呢轻轻的揉搓这里就行，左右都要按摩，每次按摩5分钟。那按摩这里有聪耳开窍的作用，能帮助缓解耳鸣。那平时多按一按，还能够帮助预防耳鸣的发生哦。50岁之前，若这3处出现白发，可能还是身体出现了问题。第1处，后脑勺。如果50岁之前后脑勺出现了白头发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肾脏出现了问题。那中医认为后脑勺和头顶是肾脏的反应区，所以后脑勺出现白发，
大家呢可以多吃一些补气血和黑色的食物，有助补足肾气。第二处两鬓，两鬓是肝脏的反应区，如果两鬓出现白发，很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，比如肝火旺盛、肝炎等，所以大家也要注意。建议大家少熬夜、少抽烟、少喝酒，可以多吃一些护肝食物。第三处前额。前额是脾胃的反应区，如果50岁之前出现白发，很可能是脾胃不好导致的。建议大家管住嘴，少吃辛辣、油腻还有冰冷的食物，3餐定时定量，注意保暖，有助脾胃健康。所以上面这3个地方出现白头发就要小心了，最好检查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身体出现了问题，好及时调理。当然，上了一定年纪后啊，头发是会变白的，这也意味着呢你衰老了。但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出现了白头发，其实有些白发可能和我们身体健康有关。那下面这3个地方长出白头发要留意哦。1. 两鬓长白头发。通常我们两鬓啊和肝脏有关，如果出现白头发，可能是肝火旺了，或者呢肝血不足，所以要是两鬓长白头发，要注意养肝。2. 前额长白头发，那前额就和脾胃有关了。如果这里长白头发，还经常有腹胀、胃酸、口臭的情况，就可能是脾胃不好了，调理脾胃最重要。3. 头顶和后脑勺长白头发，这2个地方和膀胱和肾脏有关系。如果白发长在这2个地方，而且还会出现尿频尿急、小便不流畅的情况，就要注意养肾了。让冰箱坏得更快的3种食物，你知道几种？尽早告诉家人。第1种，黄瓜。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买回来的黄瓜放在冰箱，没2天就已经腐烂了。这是因为黄瓜放到冰箱里，一旦触碰到冰箱内壁，表皮出现进水的情况，就容易出现腐烂。那建议大家放在干燥、洁净、不要太通风的阴凉处会更好一些。第2种，西红柿。西红柿是很多人喜欢吃的，大家也喜欢将吃不完的西红柿放在冰箱内。西红柿若是经过低温冷冻后，很容易变质，出现腐烂的情况。建议大家可以将它洗干净，放在保鲜袋里冷藏起来。第3种，青椒。青椒是家里经常会用到的食材，不过青椒最适合储存的温度是7到8度。如果在冰箱中放的时间太长，很容易被冻伤，出现变软变味的情况。建议大家将青椒放在干燥的阴凉处保存，还可以用报纸将青椒包起来，这样会更好。所以大家在买菜或者是其他东西的时候，最好少买，只要够当天吃的就行，要不然放时间长了，食物变质，这样就很浪费了。大家呀都知道，想要呼吸好，那么肺就要好，所以啊，不管什么时候、什么季节，我们都要好好的养肺。肺不好的朋友可以常吃1种食物，百合干儿。百合呢，很多人都熟悉了，用来煲汤啊、做菜啊、熬粥啊都挺好的。其实呢，用百合干泡水喝有很好的养肺、润肺、宁心、安神的功效，所以呢，肺不好的人可以经常的吃一些。那想要肺更健康，除了用百合干泡水喝，还要少做2件事。1. 少忧愁。如果你总是悲伤忧愁，这样很容易消耗气阴，对肺部有很大的伤害。2. 少抽烟。香烟呢含有很多对人体有害的物质，长时间吸烟会导致肺中堆积大量的毒素和垃圾，对肺部健康不好。所以呢，平时应该少抽烟为好。我们呀天天都要呼吸，那么肺对我们就很重要了。但是啊，由于空气污染，再加上很多人吸烟，所以呢，很多人肺都不太好。那肺不好呀，大多有3种表现：第1，咳嗽比较严重；第2，肺活量下降；第3，呼吸出现异常。那肺不好该怎么保养呢？今天木子呢给大家推荐常吃2种食物。莲藕有句话呢是这么说的：何莲一身宝，秋藕最不仁。莲藕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，那肺不好的人多吃一些莲藕，有滋阴润肺的效果。鱼腥草，鱼腥草呢又叫折耳根，也是养肺的好食物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清肺热、排毒，有利于呢养肺。不好的人立秋后做好3件事，强健肺脏，养肺护肺。方法1。
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两腿微微弯曲，呈下蹲的姿势，双手放在胸前，弯曲手肘，然后站起时做扩胸动作，同时配合着腹部呼吸，这样反复练习3到5分钟，可帮助扩大肺活量，强健肺脏，对养肺有很好的效果。方法2：多吃养肺食物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见的养肺食物有莲子、百合、雪梨等等，这些食物立秋后吃，对肺部有非常好的保养作用。方法3：每天进行有氧运动。大家都知道，运动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立秋后，大家可以早晚出去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太极拳等，每天坚持，对肺部健康也是有非常大帮助的。那立秋后天气比较干燥，所以很多人心肺功能可能会出现问题，不妨试试上面这3个小方法，坚持下去，肺部可能会越来越好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